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揭露一群有着神秘知识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来自远古神的大祭司的后代，也有的可能是魔鬼的代言人，非常危险。他们隐藏在地球的另外一个世界，那就是秘密社会。Yeah, there's like no water in this. Yeah, here's where you see all the pictures online. No way. 2024年1月 ，YouTube 上有一位叫做 Dancer 的年轻人，在黑暗的森林里拍摄了长达2个小时的探险视频，突然获得全球的关注，于是各种阴谋论就甚嚣尘上。那一天 ，Dancer 独自一个人在黑夜中乘坐橡皮艇，经过水路，进入了一片面积达1100公顷的巨大私人森林，相当于1540个足球场。整个森林道路之中布满了感应摄像头以及守卫。他艰难地从充满着浓雾和荆棘的树林中穿过，到达中心地带之后，突然他发现了一个湖泊，在湖岸旁边竟然竖立了一座巨大的雕像，雕像前方有2只猫头鹰的高台，而在高台的对面还有一个小型长方形的石台。这些都是什么？看到这里，团长已经毛骨悚然了，因为这所有的物件都表明这里是来自一个远古的神秘祭坛，而他们祭祀的并不是圣经里的神。这个高台上2只猫头鹰的位置是和旧约圣经中记载的神的约柜上的2个天使基路伯的位置是一样的，相互面对。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神的约柜上有2个天使，他们跪下的地方叫做 Kaporeth， 是一块用纯金打造的盖子。大祭司在这块盖子上面撒上鲜血之后，盖子上方就会产生雾气和光，神耶和华就会在光中显现。奇怪的是，树林中的高台为什么不是天使，而是猫头鹰？更诡异的是，在高台的下方还有一个小型长方形的石台。在旧约出埃及记中记载，在神的会幕之外也有一个台子，叫做燔祭坛，专门为神献祭的。难道这个小石台也是用来焚烧祭品的？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里可能有一群神秘的祭司，他们把某种祭品在猫头鹰高台上放血之后，再放到这个小石台中进行燔祭，而且他们一定不是给圣经中的神耶和华献祭，因为圣经里的神是没有形象的，而高台背后却有巨大的石像，那是一只巨大的猫头鹰。猫头鹰 The Owl。 猫头鹰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中的希伯来原文念作 Lilith， 是魔鬼之母，他最喜欢的就是小朋友。再给大家讲一个震惊的，此时此刻在我们周围就有很多从远古传下来的掌握巨大权力的幕后组织，他们就像黑暗中的影子一样，时刻监视着我们，目的就是利用各种手段控制思想，掠夺财富，甚至迫使整个地球的人类都臣服于他们，而他们被称作秘密社会。各位优秀天才不用担心，团长在双11这个神秘的日子里，给大家带来优秀人类的保护神 Surfshark VPN。Surfshark VPN 是总部位于荷兰的网络数据加密公司，他们研发的 APP 可以让你的笔电、平板电脑还有手机的数据流经过2台不同的 VPN 伺服器双重加密。团长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泄露自己设备的 IP 地址，因为来自秘密社会的邪恶分子会随时通过网络 IP 地址进入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偷取我们的个人资料。但是不用怕，只要在任何 WiFi 网络中打开 Surfshark VPN， 轻轻点一下，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双重网络加密，保护自己的银行账号、密码和浏览记录，我们甚至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随时变换自己的 IP 地址，太厉害了！美国、法国、新加坡，全世界3000多个伺服器，遍布100多个国家，任你遨游。团长要告诉大家一个重大秘密：当你把自己的 IP 地址切换到不同国家，这个时候你再去线上网站预订机票、住宿或者购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价格竟然会变得更加便宜。Surfshark VPN 阻止了秘密社会使用演算法杀手，而且当你使用奈飞、呼噜的时候， Surfshark VPN 还可以帮你解锁全世界的电影和电视剧。想看美剧又想看韩剧，没问题，只要轻轻一点 ，IP 地址立刻变换。可恶，这么好的 APP， 团长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大家？不，这一切都还来得及。
双11和黑色星期五购物节马上就要到了，团长在这里给大家推荐最受欢迎的 Surfshark One 套餐，打到骨折！只要使用优秀天才团专属链接 surfshark.com/Nicholas Young， 每月只要78元新台币，也就是2.49美元，就可以享受长达2年的全方位数据加密保护。什么？时间还不够长？那就再免费送4个月，一共28个月！快来享受 Surfshark VPN 的超级保护吧！保护好我们自己之后，团长就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秘密社会，还有他们带来的巨大危险。秘密社会也叫秘密社团或者地下党，他们曾经在历史上都是被当时的统治者给打压或者剿灭，最终潜入地下，把自己隐藏起来，仿佛消失了一样。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光明会、共济会，还有开头我们讲到的丹塞尔发现的森林里的神秘组织，这个在后面会慢慢展开。那问题来了，如果这些秘密组织全部把自己隐藏起来，那他们的会员是如何沟通、如何聚会？他们会使用密语和符号。比如清朝的时候，最大的秘密社会就是洪门，也就是传说中的天地会。当时为了躲避大清围剿，洪门成员在茶馆里见了面，要先摆上茶阵暗号3杯茶，叫做桃园结义阵。来的人咔咔咔，先把这3杯茶重新摆一个顺序，把中间的一个杯子一口干了，最后再把筷子放到中间，叫做攻破紫禁城。而且拿茶杯的手势都特别有姿势啊，不能乱拿。喝完之后再看看风景啊，开始吟诗：地震高冈，一派西山千古秀。旁边的人一听，马上小声地说：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最后再摆一个天地人的手势，对面的人呢刷刷刷，和忍者一样再回一个国泰民安。一套一套的，洪门的目标就是在暗处密谋反清复明。他们在美国旧金山的分会叫做洪顺堂，后来改名为致公堂。1904年1月11日，孙文、孙中山被秘密引荐，加入了致公堂，成为高层，代号洪棍。这是当时非常尊贵的称号。洪门在美国的势力非常大。1904年5月，孙中山被大清的保皇党告发，被美国海关给抓了。致公堂这时候就按照洪门的规矩倾尽财力，请了华盛顿的大律师团解救孙文。17天后，孙文就被放出来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没过几年，清帝就被迫退位。所以这些秘密社会都非常厉害，有的也非常危险。但是面对共济会、光明会这种秘密社会，洪门就只能算小学生了。Let me tell you how it actually works there is what happens is, these celebrities, they get a call. Okay, they get a call from someone powerful in Hollywood. And that person says, it would be really great if you endorsed Kamala. You don't have to. It's up to you. But if you don't, they don't say it, but if you don't, you're just never going to get a call again. No more movies, no more concerts. They're asking in a really nice way. It'd be really nice if you endorse Kamala. This is important. And so they don't say that if you don't... They don't make the threat. They don't need to. But everyone knows what'll happen if you don't. 秘密社会在全球都有分布，而且都和宗教有关，比如藏传佛教的密宗、犹太教的卡巴拉、圣骑士堂、共济会、光明会等等，他们都是。大家有听说过非常著名的游戏《刺客信条》吧？他们的原型是公元1世纪在波斯的一个秘密社会，叫做 Order of Assassin， 杀手秩序。英文杀手这个单词就是起源于这个组织。他们专做一些让领导先走的事情，用匕首、毒箭干掉了3任伊斯兰哈里发和无数的国王将军。当时伊斯兰世界对他们闻风丧胆。接着我们讲一下秘密社会的3个共同点，就是秘密、符号和仪式。秘密意思就是这些秘密社会的领导人为了保存他们从远古传下来的知识，这些知识从圣经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由神或者是神的敌人传授给人类的大祭司，而这些大祭司再一代一代的把他们再传给他们的秘密组织。几千年下来，他们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群隐秘的社会团体。当这些秘密社会的团体有了超越一般人类不知道的秘密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些秘密控制人类，掌握权力。所以大多数秘密社团都会和政治、权力有关。而传授给大祭司秘密知识的神，这里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可以分为光明派和黑暗派。光明派可以理解为圣经中的神耶和华，黑暗派就是撒旦为首的邪恶组织。如何区分他们，就是看符号。而且大家注意，这些符号可以控制人类的思想。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1916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做《无意识的结构》，其中提到人类群体有一种共同的隐藏记忆，叫做集体潜意识，就是人类从祖先遗传留下来的，不分国家种族，只要看到一些符号，就会激发他们内心的情绪，比如万字符、十字架、金字塔、曼陀罗等等。这些来自远古的符号，即使你从来没看过，现在拿出来一看，就会突然有一种神圣敬畏啊，要哭要跪下的感觉。这就是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这不是荣格瞎说，大家看一下《统治地球的秘密》这一集就知道，人类群体非常好控制，只要运用好符号和标语，某些秘密社会的指令就可以直接到达人类的大脑潜意识，让人群变得像行尸走肉一样。现在还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说全世界都被 Illuminati 光明会给渗透了。光明会的目的就是召集世界精英在一起密谋，使用政治、金融、艺术、商业等等手段，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纪数 New World Order。他们会用各种符号在电视、网络中播放，从潜意识的层面上催眠大众。有一个充满无数巧合的例子，就是 Monster 饮料怪兽，它的销量特别好，各地便利店都有卖他们家的饮料，非常刺激。他们的标志就非常的诡异，是一个怪物抓痕的图案，但这个图案在希伯来字母中念作 Vav， 代表是数字6，这样 Monster 饮料的标志可以翻译成666。666这个数字在圣经启示录中是压迫控制人类的 Beast 野兽的数字，不信这些野兽的人都会被杀死，所以666就是野兽撒旦的标志。你说这是团长在牵强附会吧？但是 Monster 饮料的口号就是 Unleash the Beast， 释放那头野兽。你看这是巧合吗？而且 Monster 饮料一开始也没有藏着掖着，就直接说我们的饮料的名字就叫 Monster 怪兽。难道这是潜伏在地球的撒旦公开挑战人类和神界？这个牵扯到灵界大战，我们以后有空再讲。接下来我要说的就非常诡异了，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非常炸裂，但是事实就是这么巧合，因为人类大脑的潜意识可能和蜥蜴人有关。首先，人类的胚胎初期和蜥蜴非常像。在2019年10月1日，世界著名的生物学杂志 Development 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团队用 3D 成像技术观察10个周大的人类婴儿，他们发现这时候的人类手部的肌肉一共有30块，而成年人类的手部肌肉只有19块。诡异的是，这30块肌肉的手部，科学家只有在蜥蜴中有发现。奇怪吧？接着，人类的胚胎的大脑发育完全之后，有一件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神经学家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3位一体脑理论。他认为人类的大脑由3部分组成，最外层叫做新皮质，它是控制人类的语言、抽象思维还有创造力，就是人类特有的理性思考的能力。中间的叫做边缘系统，包括海马体这一大部分，管理的是人的情感、情绪、记忆、害怕、恐惧这类的感觉都是在这里。在最里面的一层就非常诡异了，麦克莱恩称这里为 reptilian brain， 蜥蜴脑。这一部分和蜥蜴的大脑的功能非常相似，它管理人类的动物本能、心跳、觅食、呼吸、睡眠等等，所以麦克莱恩把它起名为蜥蜴脑。等等，难道我们人类真的和蜥蜴人有关？这个事在3500年前的苏美尔尼版阿特拉西史诗中写了。当时众神的下等神伊吉吉无法承担在地球的劳作，于是他们就发动了叛乱。恩基和恩利尔等一群高等的神为了平息他们的叛乱，就一致决定要创造出一个新物种，分担众神的劳作。于是他们就杀死了一名神，叫做 Gashtu-E， 智慧之神，也可能是他大义凛然自己现身的。然后众神就把他的血肉和泥土混合，交给了一个女神，叫做宁胡尔萨格。接着宁胡尔萨格就用混有神的 DNA 的泥土创造了第一个人类 Adam 亚当。宁胡尔萨格长得什么样？就是和女娲一样像蛇一样的女人，就是这种伊拉克出土的公元前5500年的蛇形抱小孩的人偶。是不是有点毛骨悚然？我们再说符号。
人类如果看到这些神秘符号之后，它们的形状和颜色就会直接通过眼部神经，绕过负责理性和思考的最外层新皮质，直接进入中间的边缘系统，这里负责情感和记忆。所以人类就立刻会对这些符号产生快乐、服从甚至恐惧的情感，严重的情况下直接晕倒或者是失忆。这是真的，在催眠术中有一种技巧叫做快速催眠，在大师级催眠师面前，只要他给你看一些符号或者说出提示词，5秒钟就可以让一个人进入睡梦，还可以按照催眠师的指令做任何事。这个原理就是催眠师将操控的信息绕过人类的外层大脑，直接进入蜥蜴脑，接管人类的最原始的身体功能。还有个细思极恐的故事，就是美杜莎，那个满头都是蛇的女人。传说只有人类看到它的样子就会变成石头，这会不会是高等蜥蜴人真的可以通过思维催眠人类，控制人类的大脑，让人类像石头一样无法动弹？为什么团长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有粉丝给我发来一些神秘的符号，说是从哪个大师请来的，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一看，什么密宗往生图啊，给死人超度用的。我说这个就不要放在家里了，赶紧处理了。这些符号其实都会对人类的潜意识发生影响，所以有一些鬼画符大家看不懂的千万不要乱挂，这是团长来自远古的智慧。最后我们再说一下秘密社会的最后一个特征，仪式。 The handshake and the ring, Watson, are archaic rituals preserved by the 33rd degree members of the secret order of Freemasons. 因为秘密社会都是不公开的，普通人很难发现他们，所以他们就在全世界中散播他们的符号进行联络。有些人看到了这些符号就可能会开悟，就变得很亢奋很积极，在这之后就会有人盯上你，这些人就被称作为介绍人。 선생님, 저랑 게임 한번 하시겠습니까? 介绍人接见你之后，就会对你进行考察。如果你真的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会带你进入秘密社会。因为秘密太多了，所以秘密社会为了把自己的秘密进行加密，他们就会把会员分为很多层级。比如说共济会，一共就有33个层级，叫做 33 degree 33度。最底层的新人被分为3个等级，1、2、3度，最高就是33度。每一层都保护着一层的远古知识。当你被上级考察，认为你的意识可以理解更上一层的知识的时候，你就会被拣选出来，进入下一度，1度、2度、10度、30度等等，这么依次向上，最高就是33度。在最高层级就可以接受远古神直接流传下来的秘密知识。现在全世界只有4000个人到达33度。大家看33度的标志，双头鹰头上有一个金字塔一样的三角形，三角中有一个数字33。我在师尊解密的宇宙之战中讲过，佛教宇宙学把天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可能是3维、4维、5维宇宙的意思。这3界一共有28层天，28层天最低层的2层天就是欲界天的4天王天和刀立天，这2层天也叫做地居天，就是地球人可以看到的天，可能在银河系以内。4大转轮圣王控制的太阳系周边和离太阳系比较远的星系，再远一点的星系就叫做刀立天。这还在佛教宇宙的倒数第2层天，梵语念作 Trayastrimsha， 意思就是33。它暗示着在比我们南部占州太阳系更加遥远的一个星系 Trayastrimsha 里有一个大平层一样的星系，大平层里有一个星际联盟，由33个宜居星球组成，每一个星球都有一个主宰，叫做 Shaklo Devanam Indra， 大能天人之王者。梵语翻译过来叫做尸提环因陀罗，简称第10天。星际联盟里就有33个第10天，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欧盟委员会，有33个委员。他们现在可能就在等待地球的科技，还有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到达33层这个级别之后，再选择让人类加入宇宙联盟。
这个安排已经告诉共济会33度长老了。你认为我是在瞎说的吗？1969年第一次登上月球的2个人类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其中一个人就是共济会33度长老。他们带到月球上的旗帜一共有2面，一面是美国国旗，另外一面就是共济会33度长老旗。奥尔德林就是共济会的33度高级长老。当时这面旗帜就塞在他宇航服的胸口处。他从月球返回之后，共济会就发行了登月硬币。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大家先看一下我讲的月球和阿波罗计划的秘密。他们在月球上遇到了33天派来的使者。所以因为像共济会这种组织秘密太多了，他们就要求每进入一层的会员都要按照远古的规则进行一个仪式。在仪式中被选择的人就要发誓永远保守这一层的秘密，如果泄密就千刀万剐，永世不得超生啊等等这类毒誓。我们解释完秘密符号仪式之后，团长就要给大家破解一下我们开头 YouTuber Dancer 在加州森林里发现的神秘组织，他们被称为波西米亚林地俱乐部。波西米亚林地是位于美国加州蒙特里奥的一片2700亩的巨大私人领地，背后的老板是一个组织，叫做波西米亚俱乐部。但是真正的幕后操盘者就不知道是谁。到现在，波西米亚俱乐部一共有2000名男性会员，背景来自商业、作家、演员、政治家等等各界精英。他们所占的财富占美国私人财富总和的1/4以上。现在要加入俱乐部，就要2名高级精英当做推荐人，然后排队等15年以上。之前讲过，美国政界精英尼克松、里根、布什家族、基辛格等等都在波西米亚林地中出现过。整个俱乐部对全球的政治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在奈飞电视剧《纸牌屋》中曾经就有一个场景叫做极乐净土。在这里，政客弗兰克在一个巨大的鸟形雕塑旁说，一些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聚集在这片空地之上，他们聚集在这里，在这些壮丽的树枝间寻找神灵，他们一同进食，彼此并肩而立，并且像周日考日一样瓜分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权力的所在，他们可以左右国家的选票，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欢迎来到极乐之地。这就是在暗示以前美国总统他们曾经都加入过波西米亚俱乐部。波西米亚俱乐部的标志是一只猫头鹰，上面刻了一行字 Weaving spiders come not here， 织网蜘蛛不要到这里。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2幕。波西米亚俱乐部引用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巧妙编织阴谋的人请勿涉足于此。但是这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因为这片林地到处都冒着阴谋的感觉。根据记载，1942年的曼哈顿计划就是在波西米亚林地中产生的，奥本海默当时主持了这个会议，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波西米亚林地是美国阴谋策划的大本营。很多人都试着进去偷拍，但是大部分人都被捕了，甚至是 History 电视台的记者。最近成功潜入这里的人，除了 Dancer 之外，还有一位美国电视台主持人 Alex Jones。Alex 描述，他林地里有非常诡异的仪式。The members are really getting off on it and goi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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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they do it, and then they bring in a hearse. They bring in a So that must mean that they bring a so wagon drawn, a basically, black wagon yeah. with a child in a coffin. Oh, Well, they said it was a mock child, but yes. They said it was a mock child. But the thing is, Mock a child. they put all their troubles on the child, and then the deity. This is like Why a devil should- worshiper movie where the kids climb over the hill and watch a human sacrifice. I understand that. So this really happened. 他说的这个仪式是一个假人被人们放在猫头鹰面前的翻祭台中点燃。维基百科中解释说，这是俱乐部会员将烦恼的麻烦都寄托在这个假人之中，燃烧这个假人就可以让烦恼消失，让会员们进入自由的精神状态。这纯粹是胡扯，因为他们不会把真正的秘密写在维基百科上的。波西米亚俱乐部共赴的守护者叫做 John of Nepomuk， 是梵蒂冈认定的天主教圣人烈士之一。在1393年，波西米亚国王瓦兹拉夫4世把他召到宫中，就问：女王给你都忏悔了什么？他怀疑王后有外遇，所以就逼着约翰把他的祷告词说出来。约翰就说：打死我也不会告诉你。天主教的神父都曾经发过誓，绝对不会出卖任何一个罪人，
绝对不能把罪人的忏悔说给别人，这叫做梵蒂冈的忏悔封印。国王最后就把这个约翰给杀了，扔到河里，震惊整个天主教界。约翰被埋葬之后又被挖了出来，人们发现他的舌头经过这么多年还是粉红色的，和活人一样。于是约翰就被梵蒂冈定为圣人。这个背后的意思就是波西米亚俱乐部的会员，他们曾经是发过誓的，绝对不会把真正的秘密告诉世界。不过团长比较懂，就替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波西米亚供奉的猫头鹰神像代表的就是圣经以赛亚书中记载的莉莉丝猫头鹰。这个秘密我在古巴比伦世界地图中详细讲了。莉莉丝当时在古巴比伦到处产卵，生出恶魔，诱惑当时各国的王，人类就开始给莉莉丝进行献祭，献祭都是用自己的亲生骨肉啊，非常可怕。在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泥板中刻画的莉莉丝的形象，就是一个长着脚和翅膀的鸟人，可能是一种阿努纳西类型的外星人。在圣经利未记中就记载，神耶和华告诫人类，你不可使儿女经火归于摩洛克，玷污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利未记中记载这种祭祀摩洛克的仪式的地点，现在已经在耶路撒冷赫诺姆山谷中被发现，周围有很多骨头。这个地方在新约圣经中又被叫做 Gehinnom。 在马太福音里，耶稣就说过，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这里的地狱指的就是耶路撒冷的赫诺姆山谷，非常恐怖。圣经记载的事情都是真的，所以大家听懂了没？这就是波西米亚俱乐部仪式的真正含义。 Alex Jones 在访谈中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发现在仪式上，他周围的人都会变得突然兴奋，发出这种声音，非常可怕。可能这些来自远古的仪式和符号可以激发出人类的集体潜意识，人类就不由自主地变得特别的亢奋。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团长把远古的秘密说出来，就是要提醒大家，那些远古的传说、仪式、神族、蜥蜴人等等，都不是古代人的异想天开编造的，可能都是真的。根据圣经中的故事线推测，神耶和华把这些地球上的游荡的恶魔都给消灭了之后，他们幸存的后代都隐藏了起来，然后在这个世界里游荡，寻找一些人类作为代理人，把他们的理念用一种隐藏的形式给传播出来，在潜意识的层面影响地球的人类，和神争夺人类的灵魂。所以如果我们遇到周围的神秘符号、神秘的组织，一定要警惕起来，不要被他们带入歧途，要保护自己。第一步就是下载 Surfshark VPN， 购买时使用优惠码 Nicholas Young， 或者猛砸屏幕下方的信息栏或者置顶留言中的链接，就可以得到优秀铁蛋团专属优惠。也可以使用超级喜欢和 PayPal 请团长喝咖啡哦。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